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面试星宇航空的经验。其实面试星宇航空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有曾经想过说，要不要干脆就回来台湾，就是直接在台湾飞这样子。但是呢，结果最后再讲。那今天单纯的只是面试的分享，跟我对这场面试的一个看法。相信这些资讯，星宇航空的面试资讯、应考资讯，在网络上很多人都有做经验的分享。不过今天这支影片呢，是以我 through my lens， 以我的观点下去跟大家就是做说明这样子。那就继续看下去吧。现在来一个小插曲，因为我看到志晴在镜头里面的样子有点小尴尬。这是我目前人生剪过最短的头发，因为刚起床，所以开始乱翘。今天就以这副着样跟大家就是做分享。如果你是对星宇航空有兴趣的同学，你大学刚毕业，或者是说你想要转职成为空服员，那我会觉得星宇航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星宇航空第一个就是它算是台湾最年轻的一间航空公司，所以呢，想必它需要的人才会比台湾另外2大龙头还要多。所以你基本上面试上的机会，我觉得还蛮大的。不过面试上不代表说你之后就会走得很顺遂，这一个部分我就没有资格去分享，因为我没有真的进到星宇航空这个航空公司。当然就是我有耳闻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也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今天就不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或者是分享，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公正。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从投履历到最后收到录取通知的一个流程。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投履历。星宇航空因为它是非常新的航空公司，所以它的征才方式跟它就是接收履历的方式跟华航还有跟长荣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华航跟长荣他们就都有自己的 website， 他们的 web page 可以就是要你去他们的官网去就是写一些你的相关资讯等等。但是星宇航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看到他接收履历的方式，我有一点惊讶。星宇航空接收履历的方式，它是用104人力银行。那基本上你就是去104人力银行登记跟你相关的一些 background， 然后你的工作经验，以及星宇航空会要求你录影片。星宇航空在104人力银行有公开征求，如果是以空服员这个职位的话，它有两个 categories。那第一个就是你是有经验的，那第二个就是你没有经验的。那这次我自己面试的是无经验空服员，今天就必须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我截至到今年，我总共累积了3年的空服经验。那我在面试星宇航空的时候，我有特别写信去询问说，我是否可以就是报考有经验空服员，因为毕竟我那3年的经验不是在飞假的派。但星宇航空他们那边的官方说明是跟我讲说，他们在104人力银行上的甄选条件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传达说，对他们来讲，有经验的空服员必须是在2019年前就已经有飞满3年经验的人才能视为有经验空服员。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星宇航空告诉我说，我只能报考无经验空服员。对，我心里有一点点难过，但也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呢，这次我报考的就是无经验空服员。我其实那个时候到场去面试的时候，很多就基本上都是对空服员没有什么概念的一些同学这样子。那跟他讲到一半，就是我那时候在104人力银行就是投履历。那因为我报考的是无经验空服员，所以有多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做的，那就是要自己录影片拍自我介绍。那自我介绍呢，他会请你拍中文版跟英文版的。我的方式呢，我是把中文版跟英文版就是合在一部影片里面拍。有些人他可能会分开，不过以我的方式，我是中文自我介绍结束之后，马上接续英文自我介绍。这边跟大家说，就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是有经验，可是不被承认的话，那基本上你的自我介绍可以 focus 在你的空服的经验里面，跟为何你想要到星宇航空去做面试。今天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当过空服员的朋友呢，我会建议你说，就是在短短的中文自我介绍跟英文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可以着重在你觉得你工作性质哪一个部分最 match 得到空服员的工作性质。
那就是以简短的方式去做自我介绍。如果要讲自己的个性啊，如何，其实我觉得那些大可以省略，因为那些是非常非常笼统的一个非常 general 的 self introduction，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看头。我个人的观点啊，如果我今天其实我面试的经验也没有大很丰富，不过就是我自己在做面试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就是如果我今天去跟考官说我喜欢旅行，我做人很大方，我喜欢与人接触，其实 this is very general， 很像是一个屁话就是可有可无，然后考官其实他们也不会说非常在意你讲的这些东西。自我介绍的影片它主要看的基本上是你的口条能力，就是你讲话的方式速度是不是过快或者是过慢，这样有没有口齿清晰。我也不敢跟大家讲说我的口齿非常清晰，不过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一个最 basic 的条件是可以被训练的这样子。我觉得说基本上你投星宇航空有投应该就都会被邀请去做面试啦。我那时候还在卡达，那我就是投了履历之后，一下子就收到面试的邀约。但这个面试的邀约，我必须说，星宇航空他们非常的弹性。他们邀请你去面试的那一天，如果刚好你有行程无法参与的话，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可能延后面试，这样他们就会帮你延后安排另外一场面试。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弹性让我觉得非常的方便。那就是那时候也很感谢星宇航空，就是有让我延后面试，因为我一拖出履历之后的大概1个礼拜吧，他们就要我去面试，但因为我那个时候人还在卡达，所以我就跟他们就是请求他们延后，那他们也就是让我很方便的延后做面试。星宇航空的面试，它基本上就只有1天，非常的方便，你不用就是说有初试和复试。星宇航空它就是1天搞定所有的考试流程，这样。它不像外商的航空，就是你一个关卡没过你就回家了。没有，星宇航空呢，它是全部一次让你考完，就是你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关会 fail 掉啦，你就回家等消息。星宇航空的面试，它总共分为4个关卡。早上我就是依他们给我的面试的时间，我就准时的抵达星宇航空的运筹中心。那他们会请你先在他们的大厅等，因为会有行政人员就从里面带你进去到一个小房间。那个房间基本上里面的考生就都是那一个梯次的考生，印象中好像有大概15个人吧，有男生有女生。那一天的组合呢，很多都是比我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也有就是转职的人士这样子。当你进到那个小房间之后，他们的行政人员会请你先缴交基本资料。交完基本资料之后呢，就会直接请你去摸稿，摸过的话就是回座位坐着等。他们的行政人员会把那一梯次的考生分成2组，分成2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把第1组先带去做其他的考试，那第2组就是做其他的考试，不会让你说就是在外面等太久这样子。在时间的掌控上，我觉得做得还蛮好的，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的快速。刚刚说总共有4个关卡嘛，以我的组别，我的第1个关卡就是要去走台步跟做朗读。身为有经验的空服员，那天要我走台步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真的没有特别的去注意过自己走路的方式，我只知道说就是不管是什么面试，走路就是要抬头挺胸，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他们的考官，当你在走台步的时候，他们会观察你什么。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房间，房间里面会有3个考官坐在里面。我是第2个小组嘛，我那一组就好像有7个人还是5个人，我忘记了。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考第1关的，所以一个人进去之后考完。走完台步朗读完之后出来，再换下一个人进去这样子。轮到我的时候呢，进去就是走一个 S 型的路线，然后最后定点在3位考官的面前。一定点之后呢，抬头你就会看到考官后面有白板，那白板上面应该是白板吧，我现在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反正就是考官后面会贴着2份朗读的资料，第1个就是中文的朗读，第2个就是英文的朗读。走台步的时候，虽然说走台步一下就走到考官面前了，可是我心里就是有在思考说，会是什么样的朗读文章？就感觉会不会是广播词，会不会是有点像是航空公司的那种广告的一些文宣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是跟航空公司有关的一些题材吧。然后走到考官面前之后，我一抬头，那一刹那我傻眼了，因为那2篇中文文章跟英文文章
完全跟航空公司的内容无关呢，就是它没有航空公司的一些专有用语都没有。我那时候有一点吓到了，因为以外商的面试来说，他们都是会 focus 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可是星宇航空没有他们的朗读文章真的就很像是学测随机这样子抓文章来让你去做朗读，我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朗读完之后，就是到外面去等你那一组的所有人全部考完之后，才会进行到下一关。他们的行政人员会带我们到另外一间的小房间，准备去进行第2个关卡的考试。第2个关卡它的内容就是英文团体讨论。他会请你那一组的人全部进到那一间教室，所以这是全部一起进去的。进到那一间教室之后呢，它会有桌子，一个人一张桌子，那每一张桌子上面它都会给你一张纸而已。笔的话要自己带，或者是你可以事先跟他们借。等大家都就定位之后，他们的考试人员会有2个，一个比较年轻，一个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资深有年纪。有一个人会去做说明，说考试流程会怎么进行。进行团体讨论的时候，那2位考官都会绕着大家转，他们观察的点我就也不太清楚他们在看的是什么。你们团体讨论的时间到了以后呢，考官他就会请你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自己的言论发表，发表完他就会特别点1到2个人起来再做一个问题上的询问。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特别点那1、2个人起来再去做发问， maybe 是他们刚刚可能在团体讨论的时候发言的次数没有到那么多，又或者是考官想要给他们额外的机会去做表现。不管你有没有额外被考官点起来做言论发表，都不要太紧张，有的话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考官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你，是个 good sign。 那没有的话呢，你就想说或许是你刚刚讲的那一些东西就是有中了考官要的东西，所以他没有要你额外再起来做发表， which is also a good sign。 所以就是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就是不要太紧张。考官一说明题目是什么之后呢，我们这一组进行的方式是考生之间都不认识彼此，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来主持这一个团体讨论。会建议大家说，做团体讨论的时候有点像是一个组员的 briefing， 每一个组员在去做一个航班的时候，在之前我们都会开一个小会议，我们简称叫做 briefing。 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彼此，因为很多空服员每一天飞的组员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认识的情况之下，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单纯的名字自我介绍。等你那一组的人名字都自我介绍完之后呢，再进行题目的讨论。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诀窍就是，今天你在一个团体讨论里面，你要非常的花心思去记起跟你一起做团体讨论的考生他们的名字，因为在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如果你能记起他的名字，就可以显露出来说你的用心。当然在以后的职场 briefing 里面，也会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人是一个蛮用心的一个人。这样进行完名字的自我介绍之后呢，那就看谁要先发表对那一个题目的意见。进行到第3个关卡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的好，因为早上我换咖啡。3个关卡呢，主要就是考生跟考官的问答。这个问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以为它会是一个考生对所有的考官，结果不是它是一组的考生对那些考官，所以你是一组一组的进去，再一个一个做问答。然后那一天的考官组合呢，就是2男1女，2位男生都非常的爱客亲友善。唯一的那1位女考官，我觉得她的问题就比较犀利一点点。第3个关卡考下来，我有一点点被那个女考官吓到，她的问答方式让整场面试都很有压力。进去之后，我们考生就是做定位，我们一排考生坐在那3个考官的面前，考官呢他就会选择从右边或者是从左边开始做发问。第一个人在跟考官做问答的时候，我们剩下的人都可以听得到，也可以看得到他们的神情。那一场的同学们，他们都是没有经验的，可是蛮多都是有服务业经验，就是可能餐厅啊，或者是客服人员这样子。现在我就要分考官问的问题，就是他对有经验的空服员会问哪一些问题，对没有经验的应考人，他们问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可是因为我是有经验的，所以当那3位考官在面试我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从我的 background 去做问题发问。2位男考官他们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友善，让我就是很懂得怎么做应答。还好我不是第一个被发问的，所以我对于女考官我已经心里有做建设。当他在问我的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说，好吧，你要怎么蹂躏我都没关系。我还问我的问题是我在一家航空公司做到了哪一个职位，那他就问我说商务舱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的一些
用词都会 match 得到他们的航空业用词，所以在做问答上面的时候呢，那位女考官对我而言就比较没有说让我压力很大，对我她就没有特别的严厉。现在要来讲的是其他没有经验的人，那位女考官是怎么做问题发问的。对于没有经验的应考者，女考官的问题会问说：你觉得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这个时候，优点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缺点。就有一个考生提到了自己的缺点，他说自己的缺点呢，就是讲话的语速有一点快。那个女考官就说：哦，对，你有发现你自己的讲话语速非常的快，那你既然有发现自己的语速这么快，为何刚刚讲话还是这么快？那这个考生就有点吓到，他只是单纯的 mention 就是自己的缺点而已，然后没想到就这样子立马被回呛这样。那个考生我很佩服的是，他就直接跟那个女考官说：哦，有，他就是在努力的要让自己的讲话语调变慢。整场下来，第3个关卡，我觉得唯一有压力的就是那位女考官的提问，不然整个气氛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的。所以第3个关卡就这么的结束了。结束之后呢，一样他们会让你上个厕所喝个水，因为最后第4个关卡就是要去做电脑测验。这一个关卡，也就是我脑细胞死亡的关卡。那这个电脑测验它分成3个部分，这3个部分呢，它会分开做测试的。就是第1个部分做完之后呢，他们的监考人员会引导你去做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做完之后，监考人员再引导你去做第3个部分。第1个部分呢，他们讲的就是细心度测验。我觉得它这个考试的用意主要是因为将来你成为空服员之后，空服员必须要去看很长的一个文件，英文叫做 PIO（Passenger Information List）。资料主要就是座位号码跟那一个座位人的名字，以及他有没有订特别餐，或者是有没有特别的备注说什么这样。主要那个细心度测验是要让你在密密麻麻的 Passenger Information List 里面，能不能细心的去看谁有特别餐，谁没有这样。第2个部分就是数学逻辑测验。我的数学一直是我人生中的败笔，它其实题目乍看之下都很简单，就是我个人的问题而已，就是我本身数学就不是很好。它这个数学逻辑里面呢，它不是说要你去计算什么解方程式什么的，都不是，有点像是我们的应用题。玩下来，我只觉得说我考完那个部分之后，我很崩溃。Come on， 每一题我都没有信心呢。再来就是电脑测验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3个部分，它就是英文测验。英文测验它有分选字，就是把对的字选到句子里面。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克漏字填空。第3个部分就是阅读测验，像我们以前考多益啊、基测、学测这一些，读完一篇文章之后，会有可能一些题目让你去做选择。那整个电脑笔试做完之后呢，他们的监考人员会请大家留下来，然后再跟大家说明说一些劳基法的事情。讲完之后呢，就让大家离席，你的整个应考流程就都结束了。一等呢，我好像等2个多礼拜吧，我就收到他们的录取通知。我对整场面试下来的想法吧，跟卡达做相比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航空面试比较严格，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变化。因为在外商的话，基本上一切就是会感觉就像是你去参与一场会议而已。可是西语航空是它的团体讨论的题目跟它的电脑笔试的题目，其实只有一点点沾上航空业的边而已。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你去考学测的感觉，就是去考试这样子。西语让我的压力比较大啦。还没有看过我卡达航空面试的分享的话呢，就点这些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分享的一些流程。这个就是我觉得国际航空跟外商航空的面试的不同。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就到这边为止。如果说你是对星宇航空有兴趣的朋友，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但是呢，如果你是对外商航空公司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对在国外当空服员生活感兴趣的朋友们，那就关注我的频道，因为之后就会更新更多的消息。下部影片见，拜拜。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